妈妈才走了1年，他会咋个想？这部电影是从我外公的日记上面脱胎而来的，一个最普通的中国家庭3代人的故事。这部电影把我这些年的积蓄差不多快花没了，然后有一张卡是清空了。获奖作品《翠湖中国》。上一届拿奖以后，我的身体就是自动的跳了起来。19年有一次我回到昆明，看到我母亲哭着从我外公外婆的房间出来，这个是我外公留下来的日记本，记载了我外婆离世以后，他通过在3个家庭的游走，把已经将要遗忘的回忆再重新一点点的拼凑起来。就是，因为我在上海生呢，就是黄浦江边了嘛，所以叫生浦。外公年轻的时候不得已就回到了云南这个大后方，他其实内心就是非常强烈的认可自己是一个上海人，出门要特别的板正，梳个油头。一旦遇到一个会说上海话的人，他就会抓着人家一直说。要不搬到一起吧？我外婆离世以后，他后来确实也去找了一些女朋友。外婆一走，就像带走了我的半边身子。看到他的日记本之后，我才知道外婆的离世对他造成了一个无可挽回的打击吧。现在想起来，感觉他们其实就是一体的。每天晚上我放学，电视开着，我外婆坐在沙发的同一个地方打毛线，我外公在打瞌睡，就是像左手右手一样，在一起的那50、60年的静止的回忆压在世的那个人身上。老爷子实际上他是在寻求一个没有外婆在的世界如何再去生存下去。我是让我的摄影机扮演了去世的外婆，我希望用她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家子，我也一直陪着他们。胖爸，外公，你在干嘛？我喂海鸥。他在日记里面写了句话，我记得非常的戳我了。他看到了胖胖心里的那些苦闷，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帮我排解。那段时间我其实特别迷茫，觉得没有人理解我，但是其实是有，只不过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开口。那么大的工程款，你说点就点的，要不是为了儿子嘛，我。中年的那一代人吧，他们对于婚姻的道德枷锁较重一些，欲坠不坠，想变又不敢变。人到了中年，失业、房贷、养老的问题，所有的东西一股脑的冲过来，然后变成某种情绪的发泄。你有病啊！你为哪辞职？我为哪不能辞职？他们说都是为了你好，这个就是独生子所要承受的压力。就父母和小孩之间非常没有边界感，唯一能够倾注所有的爱的血肉之躯只有一个啊，怎么办？完全脱离很难，你只能想办法伴随着他成长。我来了。3代人，我觉得都不太会表达爱吧。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表达爱会用一种冒犯对方的方式。你们都联合起来欺负他，吃他的牌。哪个欺负我爹，我就是要讲难听话。这个也是我对家的其中一个定义，它天生就可以包容你的很多东西，爱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了。因为我从来没有上过班，跑剧组有活来我就拍一拍。我没有买房，所以我过得挺潇洒的，很少考虑未来的。在剪辑这个影片的时候，我患了很严重的焦虑症，直接到躯体化。这个症状它也不会让你死亡，只不过它突然袭来的时候，你会特别痛苦去忍受这一切，就没有吃药，在那边扛着，直到上一届拿奖以后，那个症状就神奇的消失了。促进影片上映的时候，然后这个症状它又回来了。那我现在已经学会如何跟它相处。这有什么用？这个影片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它就是会补全一些我的遗憾。我爸我妈就知道，在上一节首映的时候才把他们拉过去，看到之后就又哭又笑的。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我大姨妈跑过来跟我说，我没有里面那么凶嘛。她说我大姨夫当最后出片尾的时候，他就突然开始嚎啕大哭。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应该真的是替他们做了一次情感的释放吧。